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华伦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nd then they can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我的同事最近跟我说，现在谈恋爱又有一个新的去处，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恋爱博物馆。山东有一个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沂源县。那所有的爱情的邮票都收集起来。还有在重庆有一个心跳博物馆，好像这个博物馆好像之前有听说过，说你可以在里面听到很多也有知名人士的一些心跳，马斯克啊或者等等，你可以听到他在某些特定时候心跳的。他的心跳跟普通人也差不多。也差不多。13号。我之前是有去过上海的那个失恋博物馆啊，可能一对情侣分手之后用情比较深的人，他会把自己记忆比较深刻的东西放到那个博物馆里，然后会附一段话，让大家可以了解他们的感情故事。然后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一个男生他在分手2个月之后，拼了一个1314张照片拼成的一个女生的画像。他说这2个月拼出来之后，我也慢慢走出来了，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女生的画像。哇，好感动！在上海是吧？在上海失恋博物馆。我还在台北去过一个叫负能量特展。这个最右边的我就很负能量的样子。哦。对，但最有意思的是，他进去的时候，他有2条路，一条是选择人生。另外一条是选择爱情。如果你走选择爱情那条路，一进去他就告诉你此路不通，死路一条，死路不通。然后你只能选择人生。然后走进人生的时候，就很多这样的负能量。很多人谈恋爱是想找一个人来遮风避雨，之后才发现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给你的。就说了好多负能量的话。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负能量，当你吐槽完了的时候，你似乎就心里获得了一种轻松。对。然后我就在看最后的一张便条，是每个人写下来的心里的话，其中有一句叫"正能量使人 happy， 但是负能量让人成长"。哇。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负能量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的能量之一。好了，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ean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大家好，台上的女嘉宾好，3位老师好，我叫刘子毅，来自安徽合肥，今年30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另一半可以以后一起尝试配音。哎，男嘉宾的声音听上去很好听。对，没有磁性。18号，就是你说的这个配音是就是音乐还是影视？都有，就影视啊、动画片或者是一些搞笑的小短剧等等。那你能接受就是像我这种声音不太好听的人吗？我觉得你声音蛮好听的。
我觉得你声音蛮好听的。男嘉宾在我耳边讲话，我感觉像个大音箱，嗡嗡嗡嗡嗡。李慧慧，男嘉宾你好，你有一些配音的作品吗？可以给我们欣赏一下吗？或者现场来一段也行。有没有人想跟他一块儿来配一段？来，7号。我觉得他们这个衣服也太搭了哈。武林外传。无情，你无耻，你无理取闹。那你就不无情、不无耻、不无理取闹吗？我哪里无情，哪里无耻，哪里无取闹？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耻，哪里不无理取闹？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耻，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无耻、更无理取闹。那我就给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看看。哼，终于承认自己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了吧？我即使无情，即使无耻，即使无理取闹，也是被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给逼出来的。哎，这个难度好高哦。节奏快，密度高。准备好了吗？来。你无情，你无耻，你无理取闹。那你就不无情、不无耻、不无理取闹吗？我哪里无情，哪里无耻，哪里无理取闹了？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无耻，哪里不无理取闹？哎呀！我就算再怎么无情，再怎么无耻，再怎么无理取闹，也不会比你更无情、更无耻、无理取闹。好，那我都给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看看。哼，终于承认自己无情、无耻、无理取闹了吧？我即使无情，即使无耻，即使无理取闹，也是被你无情、无耻、无理取闹逼出来的啦。挺好，挺好，有再创作，西北风情突然变成东南风情。好，第2条。就是我不希望女生介意我按时遛狗。为什么会介意呢？因为我养了2只金毛，我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我家狗会看着我，然后我一睁眼的时候，它俩就会跑到我的床边，然后就是，然后那个爪子就会敲我床，然后就是提醒我要带它们下楼了，所以我每天睡醒就要先带它们下楼遛狗，哪怕比如说我也很着急上厕所，但是不行，我要先带它们一块下楼上厕所。哦。那可能之后我们如果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还没有睡醒，可能我就已经起床出门去遛狗了。15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也养狗嘛，其实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我也养了一条小狗，它虽然体型比较小，但我每次遛它的时间都会在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呢，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中午还得去遛它，就会觉得很心累。如果有你这样的就太好了。谢谢。好，来看片子吧。不好意思，同学，你的条件不符合招聘要求。没事儿，现在学也还来得及。学习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曾经的我贪玩叛逆，提早进入各行各业打拼，接受社会的磨练。如今的我再次冲击象牙塔，向往大学之旅。虽然起步晚，但这些年一直用自身的努力来弥补课堂上没学到的知识。学乐器，学配音，学主持。我的求知欲让我一得空就潜心研究一项新技能。不经意间的累积，注意我确定了新的人生发展方向。目前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外联经理。对我来说，遇到不会的问题，没事儿可以学；遇到麻烦，小事儿不慌。诸事可喜，无事可悲，是我的人生哲学。车突然抛锚，要花很多钱修，4000，这么贵？没事，人没事就行，花点钱没什么。热乎的披萨还没吃就掉在地上，不慌，先发个朋友圈。狗狗趁我不在拆家时，小事儿，你们在提醒我要好好打扫房间啦。我不仅自己乐观，我觉得我也有义务把乐观主义带给朋友们。他回复你了吗？他说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男生。别灰心，我带你报名《非诚勿扰》，你请我吃淄博烧烤，这个安排我觉得很好。走走走，带你去消除烦恼。
身边的人开心，我也会跟着开心。平日里我会在工资日给同事们点上惊喜奶茶，在12点前检查一遍通讯录，给第2天过生日的朋友第一时间发红包和送上祝福。我曾经在雨中奔跑，于是想把自己活成一个小太阳，因为不知道谁会借着这份亮找到自己的光。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抠。朋友过生日给6块6，逗你玩的。因为我是感觉就是如果发多了的话，可能他就是如果关系没有那么熟，他们可能会有心理负担。不会的，不会的。3号。你好，男嘉宾。我看你微莎里面呢，你的情绪非常的稳定，像你的狗狗拆家的时候呢，你都很乐观。那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那个性格呢？对，我就像您讲的，就是我的情绪非常稳定，然后希望另外一半呢，肯定是希望他情绪稳定的好一点。然后我情绪稳定的前提是基于，就是我是一个向前看的主义者，就是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你再去研究它已经没有意义。直面接下来的事情，把后面的事情处理得好一点，前面的事情对你就不再能构成困扰。挺好的。他这个不是稳定，他是乐观。好多年前，我估计你们都看过，美国有一家人，一家4口，夫妻2个带俩孩子，他们家的房子着火了，他们从外边赶回来，就是火警熊熊大火了。这时候打电话让火警来，怕是也来不及了。一家4口拿熊熊燃烧的家做背景自拍，反正也救不了了，做个纪念吧。和我消失的家。这你看，就跟你这个是一个意思，不可改变的事情。那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怎么办的一个小挑战，看看大屏幕。新买的手机发现同事也买了，并且比你便宜200块，你的心情是？他的手机没我的值钱。我手机比他贵200块。好像是。爱吃的甜品店排队，前面有人买了20份，轮到自己的时候，对不起，卖完了。你的第一反应是？4号。减肥了，然后下次带着心爱的人一起去排。穿睡衣出门扔垃圾，没带手机和钥匙，把自己反锁在家门。你的第一反应是？10号。去楼下看看有没有开锁匠帮我开一下门。穿着睡衣满大街找开锁的。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啊，好。有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夜校现在好像挺流行的。这个夜校现在是学什么的都有，听说。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说今年9月份的时候，上海市民艺术学校65万人在线抢课，然后半小时以内所有的课程被一抢而空，然后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梦回大学时候抢课抢不上的现状。孟老师，这张课表要你的话，你会选哪个课程啊？等会儿啊。孟老师去教演讲表达，这个有我想学的，这个有导游。导游，我以后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你们有什么想学的？2号。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当时就大学的时候晚上的那种选修课，就是在业余的时间，然后去学一些自己特别想学的。然后我们学校有几项特别就是有意思的选修课，比如说中医美容学，当时是我上过最有趣的一节课。然后他就教你，比如说你用中医的手法去洗脸，然后你推的时候要往上推，这样可以抵抗地心引力。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的水温，热水会更容易去油，适合油性的皮肤；然后冷水会收缩毛孔，适合干性的皮肤。就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也很实用。李慧慧，我对那个南京夜校的有一个医疗急救培训，我还蛮感兴趣的。正好是前一段时间我在路上有碰到一个小型的事故，然后我当时只能做到是帮忙打一个120，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急救措施，我觉得还蛮遗憾的。觉得我学一学这个，在路上还可以行侠仗义。听说你学了一种乐器，你现在可以展示一个什么吗？我可以尝试一下口琴，然后我今天有专门带来。因为我有点紧张，然后我口琴展示的之前呢，我已经想好了，就是如果我今天展示的好了，那就是在这个《非诚勿扰》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万一要是没展示好，留下我张牙舞爪的一副狼狈形象。你看这心态多好，来，我们听一听。哇，浓墨重彩的一笔啊！你自己觉得吹的怎么样？发挥就还行。好，看下一条。第一段恋爱，我们是同事，我们一起辞职，从零开始，开了一家烧烤店。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都觉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在我们快要步入婚姻时，他妈妈的介入打破了我们的平衡。他妈妈总是干涉烧烤店的经营，后来他妈妈对我提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后啊，别活零了，不然你为了丈母娘啊，还得要回来。啊？要不以后钱还是交给我来保管吧，我妈说放在我这儿她会安心一些。我妈说房子太小了，得换个大一点的。最后他的妈妈越来越过分，开始毫无分寸地插手在我们之间，让本来有商量的事情变得没有余地。而他从未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们的感情慢慢被磨灭。我希望他是跟我一起勇敢面对，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一味地躲在他妈妈的身后，冷眼地看着我步步退让。第二段恋爱，她是一个比我小的女生。第一次约会，我们就把桌上点的8个菜都吃个精光，一点儿也不端着。当时我就认定了，这姑娘能处。我们打卡所有情侣相同的事情，说想我，第一时间闪现，有时间黏在一块儿就绝不分开。但是没多久，我进入事业上升期，空闲时间变少，而她刚步入社会，没什么压力，每天想着去哪玩。我挤出时间想和她简单的散散步、逛逛街，但她觉得出门就要玩得尽兴。我们从每天黏在一起变成了打卡式恋爱。我上班时她在睡觉，我下班时她出去找朋友玩。我们从无话不谈变成了寥寥几句的互相问候。她觉得我冷落了她，开始不把我放在心上。有一次我出差，把2只狗狗托付给她，她却因为跟朋友的约会呢，忘记了遛狗。结果等我第2天回家的时候，狗狗已经出现了暴走，甚至是尿血的情况。我可能高估了在她心里的分量。现在的我希望可以找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生，我们既可以一起享受生活的奇奇怪怪，又可以热爱彼此间的柴米油盐。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通过你的第2段 VCR 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比较在乎跟对象同频的一个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平常生活当中一般会留什么样的时间给恋爱生活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通过你的第2段 VCR 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比较在乎跟对象同频的一个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平常生活当中一般会留什么样的时间给恋爱生活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恋爱和生活的这个时间，就像你讲的，需要平衡，然后找到平衡的点是很关键的一点。目前现阶段，我可能会把60%的精力放在工作中，把40%的放在生活中。但是如果是真的很冲突啊，打比方说我们公司有个紧急的会要开，那可能我还是会以工作为主，就是可能会疏忽这次恋爱，但是可能会下一次约会中补回来。好的，谢谢。1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您的父母和女朋友就是产生冲突矛盾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呢？这个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就发生过这个情况，就是不论是他和我父母也好，或者是我和他父母也好，会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代沟差距，或者是沟通的一些分歧。但现阶段的话，我这边应该是不会，因为我们家非常开明，支持我们家每个家庭成员做的所有决定。
然后我现在工作就是也比较年长了，比较利于处理和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女方那边的父母对我有意见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搞定的。谢谢。你上次怎么没搞定？对呀。当时还比较年轻。6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也是事业上升期，我可能也算比较忙的情况下，而且又是我们两个是异地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平衡呢？我会尽可能的抽时间到你的城市。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16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向往的爱情生活是什么样的呀？我觉得是那种松弛有度的，就比如说是两个人不需要每天固定的，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一块起床一块发信息，然后到了中午晚上就是实时同步。就打比方说，你也会有自己的闺蜜局，那我可能也会有这种篮球局。这段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3个小时，你不需要我的干扰，那我也完全没有问题。或者是我打篮球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前跟你讲一声我要打篮球了。希望双方都有这种松弛有度的空间，就是不要抓得太紧。好，谢谢。谢谢。现在留灯的是6号、18号，有请6号、18号。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6号。来看一下自推是刘子毅的自推女生是梅瑞莹14号。男生精致浪漫、独立上进，做事条理性强，思维敏捷，对自己要求较高，感情中重情重义，喜欢享受2个人的甜蜜时光。女生性格随和温暖，特别有爱心，追求舒适、安稳、有品质的生活状态。女生温暖细致，心直口快；男生勤奋拼搏，两人都追求安稳的个性，会让彼此成为一对又爱又暖的幸福恋人，供2位参考。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孟子涵，小迷糊，向往的未来，心仪的类型，你选一个。小迷糊1。感觉自己是一个比较迷糊的女生，经常说了前面忘了后边，或者说完了后边会突然问别人自己刚刚说了什么。但是这样的性格也很难跟人发生矛盾，朋友们也比较包容自己。跟男生很搭，男生口头禅没事没关系，我也忘了，就。赵北文，鸳鸯火锅，安静的我的性格。选3吧，我的性格。做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不喜欢急于求成。梅瑞莹，开心果，神经大条，这样的我。第3个是一个视频吗？对。那想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梅瑞莹。我非常喜欢小动物，这是动物园里的天鹅。这是卡皮巴拉的水豚，它们的情绪真的非常稳定。这是图书馆里的流浪猫，为了防止它们冻到，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小猫窝。哦，对了，我还喜欢同样一件衣服买2种颜色，你喜欢这样的我吗？熊一林，欣赏不来，我的网购收藏夹，喜欢这样的我吗？选3，看视频。嗨，大家好，我是依林，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这是我闲暇时待在店里的角落品茶。这是我能让一个仙女变成一个更好看的仙女。这也是我拉得了货物，也用得了电钻。
这还是我，乐于和朋友分享生活。你们没看错，这个仙女也是我。我叫熊依琳，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你喜欢我吗？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何面对之后我们在一起之后的有可能会产生的分歧？18号。什么类型的分歧？就打比方说，我今天要临时想去打个球，但是原本我们也没有这个约会计划，然后呢，但是你可能临时想让我陪你去怎么样？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分歧之后啊，就是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说是一定要强制按照你这样的来，还是？我会跟你说我的想法，然后你们俩可以互相大家都理解一下对方，然后想出来一个更好的方案。好，16号。如果你要去打球的话，我有自己的事情去做，我会先陪你去打球，然后你打完球之后再一起陪我去做我的事情，谢谢。14号。我会选择先沟通嘛，因为我不太喜欢冷战这样的一个模式。6号。如果是我们两个事先没有商量，你需要有你的计划的话，那我也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是之前有说过商量，但是你又想陪你兄弟去打球的话，我觉得我接受不了。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选择小迷糊，小迷糊，小迷糊。哇！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通宵，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这甜度刚刚好，像一口脂肪，一份爱情面包，品尝两人再见。好。我现在心里的感觉，其实和我的现在的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呈现的比较淡定，心里面扑通扑通已经控制不住了。我觉得主要是2方面，第一呢，是因为他的长相是我非常喜欢的类型；第二个是因为他小迷糊的性格，和我很合拍。他当时刚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高冷的人，然后后来慢慢接触相处之后，我发现他是那种情绪非常稳定、非常符合我性格的男孩。下场之后，因为他在杭州嘛，所以可能我会近期很快先去杭州。一直牵手啊，一直牵着，像牵了很多年一样。而且女生好幸福啊，那个笑容。对呀，这会儿也不迷糊了啊，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琦，然后今年是24岁，来自于浙江杭州。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未来的他可以跟我一起去捡球。17号。大家好，我叫刘玉文，今年24岁，目前在厦门从事平面设计方面的工作。你好，男嘉宾，剪秋是什么意思？对呀。剪秋，它其实就是秋天的时候，可以找一个比较静谧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去剪一些松塔，剪一些树叶。哦。然后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些书签，做成一些摆件都可以。好的，好的，谢谢。
哎，这个很好看，怎么弄的这个？这个的话，它就是拿那个保鲜膜，哦，保鲜对膜，哦把剪来的叶子把它粘在贴起来膜上，对着阳光。其实喜欢不同的季节，我觉得跟性格也有关系。这个男生上台就有一股淡淡的秋意，他眼神里其实就有一点点高冷，有一点肃杀，但是又肃杀背后又有点温情，是不是有点酷酷的感觉？之前有个歌词不是叫“秋意浓”吗？里面有一句说“离人心上秋意浓”，其实心上面一个秋就是愁字，所以他是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在，跟他的性格审美还是蛮匹配的。你要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吗？不用了吧？ 3号，你好，男嘉宾，你有什么地方比较适合情侣一起去剪秋的地方呢？杭州其实街头巷尾都可以。哦。对，西湖的周边有很多山，然后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桂花会开，再加上一些那种落叶，它那边的话环境比较静谧，然后在那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感觉会很浪漫，两个人一起去。是的。大多数城市的秋天都很美，我们看看大屏还有一些哪些地方秋天可以值得分享的？太美了，哇，江西婺源，哇，太美了，这是标准的美拉德画色啊！草原，就南京、南京一串项链啊。第2个，我希望他不要介意我总爱单曲循环。哪首歌啊？泪桥。哦。哎，我想问一下，这首歌最打动你的那句歌词是什么？他第一句“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对。然后还有就是后面的那句“至少我们直线曾经交叉过”，对。果然，陈老师看透了你的忧伤。是不是一个秋意浓的男孩？你看，你们有什么单曲循环的歌跟大家分享一下？16号。我特别喜欢凤凰传奇。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每次听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大气，生活充满了美好。每次不开心的话都可以听，推荐大家。是你们家楼下的阿姨们爱跳这个吗？不是，是我自己听，听完之后就感觉非常开心。这歌只要听1遍，我告诉你，3天在脑子里是过不去的。完了，熊一林。我前段时间就是很喜欢那个伍佰的《Last Dance》，就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标志，就是因为很爱那个剧，然后也单曲循环，觉得自己会不会听着那个歌，然后也是回到过去寻找自己的爱人。好，来看片子。自己的弱点越是逃离，就越会深陷其中。逃避虽然有用，但我选择正面击溃它。我叫于琦，曾经的我胆小又怕黑，于是我选择成为一名密室逃脱店的管理员，在漆黑的室内工作，在恐怖的氛围里思考。知道自己耐心不够，没法吃苦，就去尝试送外卖。第1天就遇到大暴雨，让我几乎每一单都超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证顾客的餐食完好无损。像我现在的话，在杭州从事和医美相关的工作，更加有责任心，更加有耐心。过去不同的经历也总能激励我不断向前。工作上我认真负责，感情里我细腻敏感。记忆中的童年，父母离婚，是外公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他给了我比原先更多的关爱。他会陪我玩，会把最好吃的都留给我。去年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有一只蝴蝶飞了进来，直到天亮了，蝴蝶才飞走。当时我在想，那可能是我外公陪我的最后一次。那晚之后，我也彻底和我的童年告别了，我也知道我该进入新的生活了。现在搬到杭州，和母亲一起生活，有了新组建的家庭，也多了一个可爱的妹妹。本来我对新家还是有抗拒的，但它成为了我和家庭的粘合剂。我开始逐渐融入家庭，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生活中的我有2面，和朋友待在一起的我是热烈的，随时一个电话就可以说走就走，再离谱的想法也会想一起尝试。
喜欢热烈的同时，我也享受独处。我还有一个特殊的消解方式，找一个人潮汹涌的商场，一生都与你无交集的人在身边来来往往。这是朋友教给我的人物观察练习。通过路人身上的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个穿衣的风格，可能会去想象，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会在他身上发生一些故事。现在的话，更多的人沉迷于网络世界，更希望的是能够放下手机，能够用眼睛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熙攘川流的人群中，我在观察，也在寻找。我渴望第一眼就看到你，因为这人海里不该少了牵手的我们。其实，在人群当中观察陌生人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很有艺术感。无论是绘画、表演、写作的人，他都需要观察人，细致的观察人，并且以艺术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我们来做一个测试。男嘉宾看过我们以前的节目，也看过我们台上24个女生在台上的表现。他写了3段话，他的描述。我们来看大屏，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来说的是谁。他经常抱着胳膊，这个肢体动作是表达抗拒和防御的一种方式。另外一方面，他总会无意识地低头，想要去整理一下桌上的东西。综合来看，她可能是个外表高冷、内心细腻的女生。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他写了3段话，他的描述。我们来看大屏，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来说的是谁。他经常抱着胳膊，这个肢体动作是表达抗拒和防御的一种方式。另外一方面，他总会无意识地低头，想要去整理一下桌上的东西。综合来看，她可能是个外表高冷、内心细腻的女生。有人知道吗？能猜出来吗？21号。我觉得是13号陈小旭。我第一时间就看向陈小旭了，因为他前面有2个描述，一个抱胳膊，一个经常清理桌上的东西。这是陈小旭比较下意识的一个动作，会比较常见。我不确定判断的对不对。哦，来，你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13号。来看第2个。他有一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睛，那双眼睛似乎总能读懂他人的情感。说话时候语气也总是昂扬向上，充满了自信和活力。他笑起来像阳光一样温暖人心，总能带动周围的气氛。有点像7号。我眼睛好像不深邃啊。张歆艺也有一种让人感觉，张歆艺说话不昂扬，对，但是他很温暖。来，你公布一下答案是谁吧。我感觉7号。Cool。7号，你很深邃呢，眼睛。你这么一说吧，那就深邃一下吧。1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微下里有提到说，在外公去世的那一瞬间，觉得自己童年就结束了。因为我爸爸他是从小也是跟我的姥爷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其实对我姥爷的感情是很深的。然后在前些年的时候，我姥爷他就去世了嘛，我就觉得他从来没有哭过，这让我很惊讶的事情。然后后面在过了可能2年之后的某一天，我在我屋里睡觉，突然听到我隔壁我爸爸在很大声的哭，然后我就赶快跑过去，然后我看爸爸背着身蜷缩着，然后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我就过去抱抱他，然后我就说怎么了？然后我爸爸说我梦见我姥爷了，所以我其实挺有感触的。15号。对于童年结束这个话题，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在我最后一次打开少儿频道，但是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打开少儿频道，甚至不知道那天是怎样的一个下午。包括我在
童年的时候喜欢睡觉，幻想那个水龙头拧开就是橙汁儿，然后身上盖的是面包。但是现在睡前再也不会这么想了。其实刚才13号说那个，我们很多人对于告别童年、告别青春，很多人是伴随着某个亲人长辈的离世，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种心灵创伤。创伤本身它就会导致一种成熟，但是有的时候，成熟这件事情往往是一个特别细小的，而没有那么沉重的一瞬间。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我的童年是怎么结束的吗？我在成都四川大学，我有一个长辈是我的姨爷爷，我去那里过暑假，过完暑假我回重庆，爷爷送到门口的时候，跟我握了一下手。当我伸手握手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的童年结束了，我觉得我长大了。因为握手在一个童年孩子的世界里，握手这个礼仪它不属于儿童，它是成年人的。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一瞬间，我给自己了一个开始长大的一个明显的人生标志。你是怎么就下定决心来报名《非诚勿扰》的？这个对你来说是挑战吗？是，我能来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的朋友看我一直没有走出这段，就是上一段感情，于是我就来了这儿。就是我不是说来这儿是为了摆脱上一段感情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女方来说，其实她不是很尊重，也不是很负责。因为我每天朋友圈发的一些歌，主要是他那个歌名字就是叫《泪桥》，他们就会觉得很 emo， 但是其实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就会说你还没走出来吗？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已经过去1年多了。如果你在看到朋友圈分享了《泪桥》，隔2天就发一次的话，如果正常的朋友都会觉得呀，可能他们也是对你是有爱。是的。看下一条。恋爱对我来说是相互成长、相互治愈的过程。第一段感情的女生，我叫她盲盒女孩。她让我知道了女生恋爱前和恋爱后的差别竟然会这么大。在一起前拧不开瓶盖，在一起后单手就能打开；在一起前吃的很少，在一起后胃口大开。没有哪个女生会24小时保持精致，对吧？化好妆陪在你身边，挺喜欢这样的女生的，因为她很真实，让我能够感受到女生更多的一面。她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女生，好吃的零食、好看的电视剧都会分享给我。在她的耳濡目染下，我一针不落地追完了一部长达70多集的古装电视连续剧。我的生活因为她变得丰富多彩。但渐渐的，他的分享变少了。在一个瞬间，我忽然发现，这一整天发生了许多事情，他却再没有发过消息和我分享。看着他越来越少的回复，我不想再这样无意义的坚持下去了，就提出了分手。第二段感情的女生是一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女，我既欣赏她的侠骨柔肠，又总是担心她的热心会给她带来麻烦。在路上，一个1.85米左右的，然后250、60斤比较壮的一个男生，他都会上去劝架好几次吧，都被人差点误伤，说我不在他身边，其实我会比较担心。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外表开朗，内心敏感脆弱。我们2个人经常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互相倾倒心里积攒的情绪垃圾，然后抱头痛哭，哭完之后又会带着微笑去迎接新的一天。当外公去世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也特别低迷，让他觉得我无法给他正向的情绪价值，就跟我提出了分手。人和人的缘分很奇妙，我感谢每一段帮助我治愈我的感情，我也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因为我相信2个陌生人相逢的意义，一定是为了更好的照亮彼此。20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看到你说就是在一起之前和之后的区别嘛，那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前男友和我在一起之前，就他追我的时候嘛，见我他都会用发蜡把头发抓一抓，然后就是穿的就是很笔挺，然后在一起之后，有一天我喊他接我过来吃早餐，
就是我看他脸上有脏东西，他说他没有洗脸。对，男生其实很多就是会这样子。像男孩子的话，其实在追女生之前会拾到的很干净，然后呢，追到手之后，然后倒不是说不爱惜，就是会对自己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了，然后会觉得应该就是以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去相处。对，我特别想听听女生在之前之后的区别。你们在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是什么样？两人确定关系之后，这个变化是什么样？14号，我就是在一起之前，我可能吃饭的时候会比较拘谨，然后在一起之后，可能就会比较真实，然后胃口大开，然后性格也会从比较内向、说话很少，然后变成就是大大咧咧。我觉得他自己内心在逐渐接受另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说在一起之前，对吧？那可能说明还是有一些包袱在身上。那如果说在一起之后，对吧？然后慢慢的接纳了另一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接纳的表现。18号，大家好，我是做不了白珍珠，选择做黑珍珠的李慧，来自浙江杭州，现在是运动俱乐部的主理人。我可能跟大家相反，就是我在一起之前会非常温柔大方，然后也会非常的开朗，但是在一起之后，我会非常的小心翼翼，比较敏感，比较自卑。可能是因为我的童年经历，就是我从小是单亲家庭长大的，然后一直都是打压式的教育，所以导致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缺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男嘉宾其实可能跟我很多方面是非常接近的。那我想要问，就是男嘉宾，因为你的第二段经历，那个女生跟我性格非常像。那如果说你在下一段恋爱要开始的时候，你是否会接受像第二段感情的同类型的女生呢？我跟他分开的原因，从来就不是说因为他的人不行。在我外公去世的那段时间，是我个人状态的一个低迷的一个问题，导致我没有给到他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情绪价值，所以说他会跟我提分手，那我也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其实选择的话，没有非要固定，只要那个人是 OK 的就 OK。最后一个问题，1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这2段感情你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开始和结束都是取决于女孩子。我想问一下，就你在这2段感情中有做过什么努力吗？因为我觉得第一段感情有点不明不白的，甚至我都感觉不到你对他爱的点或者对他付出的点。第一段感情是这样的，一开始的她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一个女生，然后她的一些分享我也都做到是事事有回应。但是后面慢慢的，他的分享欲在逐渐的减少。我后面发现是他会给他的一些朋友分享会更多。其实分享欲降低就是你在他心中的一个降位。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既然已经降到不能再降了，那就还不如就是打住。对，这个是我的一个当时第一段的一个想法。第二段的话没有必要讲吧？你说完，没关系。有必要讲。说。然后第二段的话，其实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很低迷，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的外公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也是我迄今为止可能最大的一个创伤。主要更多的是因为当时陷入到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否定、自我的一个漩涡里面去了，因为最后一个电话我没有接到。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那天你在干什么？那天我在工作，其实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想是等我下班我打过去，然后下班之后我就忘记了。你很自责是吗？对，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在睡觉，突然被家里人叫醒，外公走了。对，这个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就是释怀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接到这通电话，你会对外公说什么？
我想你。因为其实对于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他们的这个年纪，其实我没有做出一个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如果可以多拥抱一下呢，对不对？我如果可以，我直接不顾我的一些就是内心所谓的羞耻，我告诉他们说啊，我想你了，我爱你，那其实我都不会这么后悔。对。谢谢你的分享，我没想到我觉得那么感动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结合你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外公的经历，我觉得我们才真正的了解你。可能你内心有非常充沛的感情，只是不太习惯说。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家庭大部分的家庭会出现的。就我们不太会表达我们的真实，我们对父母的思念，我们对他们的甚至是责怪，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情绪，但是我们习惯把它压抑下来，觉得这是成年人的稳定我们应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是其实恰恰是我们对自己的伤害。所以我也很感谢你刚才很勇敢地说对外公说我想你我觉得也是表达了我们对我们亲人的那种怀念。再见。可惜不是你与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觉那是你。我觉得这次我失败的原因是我过于木讷，然后呢，在台上可能有些词不达意，所以说导致我的一个表现不是很好。关于我来《非诚勿扰》比较大的收获，就是从迈上舞台那一刻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然后呢，在之后是3位老师他们对我的一些鼓励，以及24位女嘉宾，他们其实说的一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鼓舞。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女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岳劲松，今年27岁，来自辽宁沈阳。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你的第一个诉求，我希望我们能为彼此学习一个专属技能，比如，我喜欢记录生活，我希望你会拍照，帮我拍一下，我平时做不到的东西。什么叫专属技能？专属什么意思？对呀。只为我一个人，我也只为你一个人。哦。9号，就是男嘉宾说想要女生为了他学拍照，是不是？刚好我会拍照，但是我这个人吧，我不太会做饭，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会不会做饭，或者说有什么拿手的，就是比如说做甜品啊、做饭这些之类的技能？我会做饭，因为平时我也有在健身嘛，也会做一些减脂餐，但是偶尔放肆一下，比如说我是东北的嘛，红烧肉、锅包肉这个都会做。都是你的拿手菜吗？对对对。好的，谢谢。2号。我觉得如果学做饭啊，或者是帮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那只是算一项生活技能。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我专属的，就比如说我夏天特别的招蚊子，然后如果你可以随时随地在你的包里掏出一个驱蚊的花露水，而且我冬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干燥，然后你就是随身带一个护手霜，就别的女生可能没有这种需求，那我觉得才是算是那种专属的技能，你觉得呢？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这不叫技能，这叫服务升级。23号，
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你女朋友想让你就是学科目3跳给她看，然后逗她开心，你会愿意吗？我肯定会啊，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录一些短视频。你来，你来。这个前段时间脚受伤了，我没有办法去，因为他哥们3脚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去做。哦，我们先说说你的腿怎么了？本来我应该9月份就该来了，然后在8月份的时候，我去在水上乐园玩那个浮漂的项目，然后掉下去了，脚就骨折了。这是不是要等另外一个11月份会出现的女生？是吧？有可能。好，来，你的第二个。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会介意我偶尔的天马行空。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好，来，你的第二个。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会介意我偶尔的天马行空。会怎么样天马行空呢？对呀。就比如说，因为我在业余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然后会偶尔有一些突发奇想，会让大家意想不到。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看到一个人的小酒馆，这个名字特别好奇，我就会特意去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然后还有在公园摆地摊，这都是我的比较天马行空的行为吧。哦。18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跟你一样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可能我今天刷到了新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我很感兴趣，那么可能当天晚上我就会立马订机票，我就飞到那边去。如果我想要去做什么，我可能马上就会去做。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和你的另一半一起去，行使你的天马行空的话，我觉得我很愿意。14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是一个就是经常天马行空的人，就是我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汽车它不是那种软软的，就是果冻做的那种材质，就不会有人受伤了。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会想，会不会是外星人来把我们的时间系统调了一下？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冒出来这种奇怪的想法？你这个想法挺好玩，但我暂时还没有。汽车都是软软的，这挺好的，大家撞一块也不会撞死。好，来看片子。浪漫激情，开山热烈，拉丁蕴含着独特魅力。我叫岳劲松，一名舞蹈工作室合伙人兼拉丁舞老师。我从10岁就喜欢上国标，18岁考入沈阳体育学院，14年获得了世界国标锦标赛冠军，17年获得了全国体育院舞蹈大赛2等奖。17年的舞蹈生涯不仅带给我掌声、鲜花和自信，也让我学会了坚持和不放弃。现在我的学生是一群40、50岁的姐姐们，我也有独家的夸夸式教学模式。我觉得爱情当中也需要夸夸式交流，两个人如果用心的去夸对方的话，互相夸的越多，可能感情升温会更快，相处会更加融洽。我的社交圈很小，基本都是跳舞的人，我也为拓展自己的圈子而努力。网上说后北乡集市能交到朋友，我一琢磨就进了一些小玩意去摆摊儿，可惜除了小朋友一个朋友没有交到。这风吹日晒的，摆摊生活太不容易了。听说发短视频也能交到朋友，我也试了试，确实有很多人给我私信，但是这样的表达太直接了，我接受不了。都说旅行是最好的社交方式，我特地买了一张4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票。我心想，一群人关在一个车厢里，总能聊出点感情来吧。结果打呼的打呼，打牌的打牌，根本没人理我，我只能孤零零地看向窗外。虽然最后也没交到太多朋友，但是这些事情填补了我的空缺，也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朋友眼中的我是一个心大的憨憨，在舞蹈室同一个地方穿上好几次都不长点心。朋友不知道的是，我也有自律和安静的一面。我会动手做减脂餐，保持好身材。我还喜欢在饭后逛公园，一个人坐在安静的角落里，看着大爷大妈快乐舞蹈。这就是岁月静好吧？这样的美好，你能感受吗？哎，你那个舞你想展示一下吗？我想问问现场有没有女嘉宾可以跟我一起？有，2号就会。来。时光是湖泊，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相拥，白云飞走，苍狗与海厉害厉害！哇哦！曲梦，你要来试试吗？我也是小学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1个学期的拉丁舞，然后想试一下。来来来。哦，可以。Just you know why. Just you know why you and I. Why you and I. No true love way. 哇！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哇，厉害！厉害啊，好厉害！不像只学了1个学期啊，这每一下你都感觉完了没抓住，但总抓住了。对，就是开始总觉得哎，是不是这样？但是一旦确认以后，对，就是这样。完全没有排练就直接默契。曲梦感觉怎么样？我特别紧张，因为少年宫还没学到自由手势以及跟男孩子跳呢。哦。但是我觉得男嘉宾他特别照顾我，就是他会带。你是第一次跟男生跳？第一次，对，我从来没有舞伴儿，都是自己跳。刘洋。我是刘洋，山东人，来自杭州，23岁，然后现在在自主创业。我想问一下男嘉宾，我看你的 VCR 里面是喜欢拓交社交圈，然后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更想要去拓交你的社交圈呢，还是更需要一个朋友这样的一个情感寄托？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圈子很小，因为我是接触身边都是舞蹈的。那我拓圈方式其实有几种，一是短视频嘛，2就是摆地摊，3就是一个人去旅行。我是在旅行当中会认识、结交一些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说跟朋友一起去。对，是这样。那如果说以后你恋爱了之后，朋友你可以平衡好这个社交圈和恋爱之间的关系吗？我一定会，因为我如果有另一半陪我的话，我可能就不想着再去拓交自己的什么圈子了。对，我确定他是一个憨憨。在他之前，我们至少来过20个跳舞的教练或者跳国标的男生。到这儿来之后，所有的女生问的问题都是这样的：你是跳国标的，你会接触到那么多舞伴儿，你会让你女朋友不放心吗？而他到了什么程度，要靠摆地摊儿，坐40个小时绿皮车去拓展他的交往，你怎么混的呀？就是跟他学的都是一些阿姨，都是50岁左右的，大概是。
你可以问问那些阿姨，你家女儿要不要一块来跳一跳？都是儿子。来看下一条。找个女朋友吧。谈恋爱太麻烦了，不要先看看照片嘛。虽然当时我是这么拒绝的，但是没几天事情就发生了转折。初见是大一军训，偶然看见他被教官训话，哭红眼的样子让我忍不住想去安慰。这是心动吗？后来得知她就是朋友想要介绍给我的女生，我突然觉得缘分好奇妙，这应该是心动吧。再见是在专业课，我们成了固定舞伴。长时间的相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见到他。和他一起的时候，总是满心雀跃。我想，这一定是心动。一场电影之后，我向他表白，我们恋爱了。他教会我如何在爱情中正确表达。他有次烫了头发，你看我今天做的头发怎么样？看起来有点炸呀。你这么说很没有礼貌，我会不开心的。那之后看到她打扮，我就会用心夸她漂亮。她有次身体不舒服，我现在有点不舒服。你身体不舒服的话，你就好好休息休息吧。现在需要的是你的陪伴。从那之后，每次她生病，我都会用行动去关心。边恋爱边成长，我们走过4年。但毕业时，她告诉我她要回老家工作，我才明白我并没有在她的未来规划里。她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是学会如何放手。我想我毕业了。这4年，他其实让我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我觉得他在生活当中吧，可能让我学会了承担，各自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幸福就好。毕业后，我尝试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女生，相互印象还都不错。我们试试吧。那之后的1个月，我们一起吃饭逛街，但没想到他还在继续和别人相亲，我无法接受，再也没有和他联络。当时我觉得我们试试吧，是他会以恋人的角度跟我去接触，但是他那边可能觉得跟你试试，可能就觉得你还不错，跟我的想法不是一个意思。现在的我在恋爱中，能懂得你的小心思，察觉你的小情绪，希望我们彼此真诚、温和、善良，谈一场踏踏实实的恋爱。10号，男嘉宾你好，我刚看你微信上面说，你跟相亲的女生说试试吧，然后他还继续跟其他的男生相亲。其实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要不然就不要开始，要不然就真正的在一起。是这样，因为他是我们朋友介绍的，我们俩在一起，但也是说吃了几次饭之后，然后他跟我说，那我们试试吧。那当时我觉得是我以准男友的身份跟他去相处，但是没想到情人节的时候，然后我去订好了饭店，然后买了电影票，去联系不上他了，就失联了。然后后来才通过朋友才知道，那天他在跟别的相亲对象在约会。因为我觉得试试吧，试试这个感觉就是。可能已经算是恋爱关系的感觉了。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一下。他说试试吧，试试就是恋爱的感觉了。那可能在这个时候，有人的认知不一样。有人认为，那既然我们开始试试了，就是男女朋友了。有人说，我们还在试没试好呢，试好了就是男女朋友，没试好那就不能算男女朋友。对这个事情是认知有不一样，所以在试试之前，我们要约定好。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他跟你说试试之后，你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表白吗？没有表白。对啊，就是。但是他也没有明确说，他就说觉得我很不错，然后我们就说，他就说试试看吧，然后我这样就每天就接他下班回家，然后吃饭，就这个1个多月吧，大概这种，没有正式的表白，反正是。对你可以问一下他嘛，你就说，哎，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或者说啊，你觉得你 ready 了，那你就可以跟他就从一个花呀，然后一个晚餐啊，就正式一点开始，可能女生也会觉得比较有仪式感一点。可能你说的这样会更好吧，对。谢谢。最后一个问题，3号。
你好，男嘉宾。我觉得就是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之前，就追求者也是可以做那些事情的，比如说接你上下班啊，然后一起去吃饭啊。就我觉得你没有正式确立关系，女生都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两个观点可能不太一样。对，可能是吧，因为这个毕竟是朋友介绍的嘛，肯定介绍之前肯定就已经说好了，这是可能以处男女朋友的关系这样去认识一下，然后他去说那咱们就试试吧，我以为就是是那种方式吧。好的，不好意思。哇哦，对这个事儿呢，很多人认知不一样，你不能说谁对谁就不对，但是这个事儿呢，就一定要事先两个人有一个共同清晰的共同认知。现在留灯的是7号、14号，有请7号、14号。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看大屏。13号。自推。男嘉宾的自推女生是11号王梦瑶。男生成熟风趣、温暖自信、行动力强，喜欢温暖的氛围，有原则有底线，感情中渴望被看到，喜欢温柔大方的可爱女生。女生温暖随和、独立自主、直爽自律，有舒适的小圈子，善于把握机遇，感情中能够跟随另一半的决定，不需要被干涉，渴望被理解。两人在一起，男生体面靠谱，女生自信独立，是幸福又浪漫的甜蜜一对，供两位参考。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梅瑞莹、开心果、神经大条，这样的我选一个。这样的我。Hello， 大家好，我是梅瑞莹。我非常喜欢小动物，这是动物园里的天鹅。这是卡皮巴拉的水豚，它们的情绪真的非常稳定。这是图书馆里的流浪猫，为了防止它们冻到，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小猫窝。哦，对了，我还喜欢同样一件衣服买2种颜色，你喜欢这样的我吗？陈小旭，我擅长的，我的恋爱状态，生活中的我。3，生活中的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生活中的我吧。生活中的我呢，是一个端庄稳静的女孩子。不对，放错了，这个才是。除了看书以外呢，我也去音乐节，去旅游，去感受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美好。当然，我也会带上电脑，保证能够完成工作。在日常中呢，我是一个比较百变的人。除了跟好朋友一起拍写真以外，我还喜欢穿汉服、穿旗袍这类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服饰。虽然谈恋爱粘人，但是生活中我是一个挺独立的女孩子。我喜欢自己去完成一个个小目标，通过独处来获取内心的平静。希望在茫茫人海中可以找到属于我的那个他。王梦瑶，我的生活小心愿，恋爱中的我。3，恋爱中的我。恋爱中会给男方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提供朋友视角的建议和伴侣身份的情绪价值，但自己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希望双方能够积极沟通，解决大小问题。许梦，工作中和生活中的我反差萌，猫系女友。反差萌2。身材很娇小，气场很强大，是看起来高冷的冰山，也是热情如火的社交达人。可以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拼命三娘，也可以是尽情享受生活的佛系少女。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在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你最想去哪里旅游？为什么？我想去冰岛。
因为我之前了解到冰岛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然后那边的人也比较随和。就我也是想去冰岛，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极光，就是我只在图片里看过，但是我特别想亲自去看一下。好的，谢谢。我会比较想去西沙群岛吧，因为小学课本嘛，上面写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所以是从小学就会很向往的一个地方。谢谢。好的，好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想去这个新疆去看一下那边的风景。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的选择是，我直接过去吧。直接过去。我遇见对的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人生。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眼神。大家好，我是曲梦。他只要一张嘴说话，主打一个昂扬。我叫叶劲松，一名拉丁舞老师。我也是小学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1个学期的拉丁舞，想试一下。哦，可以。我特别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舞伴儿，第一次跟男孩子跳呢。我选择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会跳舞吧，然后有共同相同爱好，这样跟他跳舞的感觉让我找到了就是上学期间可以跟舞伴互相互动的那种感觉吧，对，非常好。我刚看到男生的时候是感觉他个子很高，所以我觉得他一下来我就很吸引到我，然后再一个就是会跳舞这个点，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我觉得跳不跳那个舞是决定性因素。跳完舞了之后，那个7号他也坚定了，然后跳了那个舞的什么去哪？新疆，去哪里没有那么重要。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小学少年班要开这样1个学期的培训了。你永远不知道在未来人生中哪一刻突然间会起到一个决定性作用。应该多学几个。妈妈当年给他报这个班的时候，哪想到有一天会碰到一个国标男老师。但我觉得曲梦在跳舞的过程中和刚才回答的过程中都表现出非常主动，是非常热情，可能这个是男嘉宾比较喜欢的。他本来就热情，他昂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2位嘉宾老师好，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龙旭，今年22岁，来自山西太原。那边一群男的也叫唤，说明男生很向往这个款校园男神，一个校草学长的感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坐一次绿皮火车。来，王梦瑶，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和朋友的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嘛。我们是从河南，然后先到南京，到南京之后，我们就想去长春。然后当时因为比较急，动车票可能没有，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绿皮火车，大概坐了24个小时左右，并且是无座，然后我们只能去坐餐车。一上去之后，就是满车的已经是东北味儿了，然后有好多叔叔在那儿喝着小酒，聊着天。我们在车上也会放下手机，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啊，就是慢旅行，在路上享受生活这种方式也挺不错的。谢谢。1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为啥你想坐绿皮火车呢？其实最早是小的时候看那个民国剧，然后看到女主角在跟男主角在火车站告别，然后呢，女主角追着火车跑的时候，觉得很新奇。然后后面我坐了一下绿皮火车，真的和电视剧的场景差不多。然后在我们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慢下来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想和某一位人去做一次，这是新疆吗？这个呢是从上海开到拉萨 C164的列车。那途中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雪山，还有大草原上有很多动物。可以说，我觉得这趟列车可以看到很多一年四季的场景。能一起去的话，我觉得很浪漫。5号，您好，男嘉宾。我对绿皮火车的印象还是10年前，从广西南宁坐到越南河内的，那个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然后下一次我比较想坐那个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这种跨国国际绿皮火车，你有没有兴趣？我觉得可以的，我有看到那个航线上那个路线特别好看。我生出了一些感慨。他们现在年轻人说到绿皮火车，代表着一种怀旧、浪漫。我那个年代，绿皮火车跟浪漫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在我童年记忆当中，我只要看到绿皮火车那个站台上，永远是熙熙攘攘，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挤上火车。我小这么大，拜托上面有个大人，一个什么叔叔阿姨，把我从车窗里接过去。那个汽笛一拉，整个站台上全是跑，所有的那个架子上面都摆满了行李。人在极其狭小的空间里面，汗流浃背，那就是那个年代给我留下的回忆。当然，时代你看在进步，这种我记忆中的那种场景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们现在想起绿皮火车，哎，就是慢慢的在草原上看到雪山，看到草地，享受着慢慢的生活。你的第二个需求。我不希望你在我时间管理翻车的时候怪我。时间管理翻车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会精细的算到每一分每一秒，比如说待会儿那个地铁站开门，冲上楼梯要多久，从地铁站跑到那个火车口要多久，然后我拖着行李箱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计算出来之后，在时间到达之前就不迟到的赶上。20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不是一个时间管理特别严谨的人，那您会就对于我的时间管理也十分的精细吗？就比如说我们看电影，你一定要提前10分钟到。我不会。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些很正式的工作，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迟到。但如果是我们2个人的约会啊，我多等你一会儿也无所谓啊，因为毕竟主要的不是看电影，而是等你嘛。2号。男嘉宾你好，那如果我们2人一起时间管理翻车，比如说我们约定了一个我们俩中间的城市去见面，然后你也没赶上高铁，我也没赶上高铁，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比如说如果时间还够的话，那我们再重新计划一趟旅程，然后比如说找一个我们中间更近的城市，又或者呢我再去找你，或者我们再约一次下一次的时间，这一次呢我们就不要再迟到了。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时间管理翻车的时候，你的情绪是很稳定的，就是你能够冷静的把翻车之后的事情处理好，是吗？
对，我觉得要先解决问题，然后再去舒缓我们的情绪。好，来看片子。用电流连接讯息，用声音沟通情感。我是龙旭，一名电台主持人。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滚烫人生。高中偶然打开深夜电台，听到主持人正耐心为听众排解心理压力，他用声音治愈了听众。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但走上这条路并不简单。原本理科的我没有任何基础，内向的性格也不被看好。备考时间紧凑，我全力冲刺，可还是失败了。我顶着压力选择复读，自己也变成那天的深夜听众，再次听见那温柔又坚定的鼓励。这一回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最终，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理想专业，毕业面对更高薪的工作，我毅然决然选择继续梦想，孤身一人来到山西，用声音续写我的故事。我是个超级比赛爱好者，创新创业、英语演讲、广告艺术，相比结果，我更注重过程。积累的比赛经验也让我逐渐自信。其实我还会参加已经参加过的比赛，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自己的检阅，看看有没有超过之前的自己。以前确实是有竞争羞耻，会害怕别人觉得自己太功利了。现在我觉得想赢不是一件需要遮掩的事情，追求优秀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周末的我是多面体，公园摆摊、推文写手、口才培训。我喜欢体验各种兼职，不断充实自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也积累起一笔自我提升基金，可以去学习更多技能。闲暇时，我也能找到点滴美好，弹弹吉他，听听老歌，看看老剧，在旧时光的氛围里体验惬意，在享受生活的片刻，有意思比有意义本身更有意义。希望能和未来的你分享松弛温情的美好时光，我们慢悠悠地吃一顿饭，看一部老电影，岁月静好，双手紧握。22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看到你在 VCR 里说你非常喜欢参加各种比赛，所以我想问男嘉宾，你这么喜欢参加比赛，是喜欢这些东西来证明你自己吗？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最早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可能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不太会去表达自己，所以我想呢，要不就通过一次比赛去证明一下自己。但是参加过多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你是不是就想表现呢？是不是你就是想出风头啊？然后他们会说，现在变成了竞争羞耻。好，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站上多大的舞台去，能够提升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像比赛的结果，我反而没有那么看重了。这是我们导演总结出来的羞耻系列：请假羞耻、精致羞耻、金钱羞耻、拒绝羞耻。你有吗？这上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请假羞耻是很长时间伴随着我。哦。上学的时候，可能请假就会在心里预演100遍，怎么跟老师说呀？开口第一个表情该是什么样？但是后来慢慢觉得，其实请假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我们就应该正常的把它看作一件平常的事情就好了。李慧慧，我是学会了拒绝，就跟我们刚刚聊的那个话题一样，拒绝羞耻，还有男嘉宾说的那个竞争羞耻，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太在意对方的旁人的眼光和他们的说法对我们的看法。我是觉得我现在学会了这一点非常好，我希望男嘉宾也可以以后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自己就好。16号，男嘉宾您好，我是有竞争羞耻，竞争羞耻呢跟你一样，就是怕别人觉得我太功利了。那我想请问您是怎样克服竞争羞耻的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因为以前肯定是会在意的，就是很害怕别人说，哇，你这么爱表现。但是后面慢慢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只为表现，而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些提升。只要努力了，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过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之后，就会慢慢的克服掉竞争羞耻了。
你还做过些什么兼职啊？那个片子里边讲到。兼职的话，除了卖水果茶之外，还做过少儿的口才老师。像之前的话，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有个女孩上课都有说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站到舞台上马上就哭了。我当时就很害怕，是不是我声音太大了？助教老师说她是一个从小就是非常害羞的女孩。后面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比赛的这样一个名额，我说要不推一下她试试吧，所有人都不同意，都说她肯定不行。但是后面我们就真的花了1个月的时间去磨练那个稿件，最后真的拿回一个名次来。她说从此再也不害怕上台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你们做过哪些兼职？2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之前开了一个淘宝店铺，然后就是叫叫醒师，就是专门给一些考公、考研，他们就每天要上班的人，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然后早上把他们叫醒，就每天都能听到各种的那种抱怨声，还有那种睡醒的声音，就很有趣，分享一下给你。他们的手机没有闹钟功能吗？但他们可能说想更要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叫醒他们。这个好像是兴起于北美，但是现在在国内也很火，而且有这个弥散开来的趋势。就是闹钟没有一个真实的人，他要那边有一个真人，而且要跟你说2句，就不能是叫完就是他要说的你不得不打起精神跟他。最好是像陈老师这样的叫醒啊，就感觉有点压力。老师来叫我起来了。老师叫更恐怖。他要一直跟你说个3、5句，让你真的大脑醒过来了。7号。男嘉宾你好，我是王新伟，今年23岁，来自江苏常州。我目前是在上海一家药企做营销管培生。是这样，我之前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去做了我们南京一个初中的健美操俱乐部的老师。然后当时我跟我的学生差了有10岁到12岁，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一直在实验室上学的人，简直就是打开了一个世界的新大门，非常有意思。谢谢。看下一条。我和初恋相识在校园，偶然我们一起看了电影，我发现这是一个增进感情的绝佳方式。于是我1个月带他看了8场电影。在相处中，我能感受到彼此有好感，但一直没人跨出表白那一步。假期，我约他一起去长沙，我们2个人早上8点就到了火车站。当时不懂，可以在网上买车票。不好意思啊，窗口说最早的票得下午5点了，我们可能要在这儿等9个小时。没关系啊，我们在这儿聊聊天也挺好的。我其实本来以为他会生气的，但是没想到他当时反而过来安慰我。我觉得这个瞬间就挺治愈我的。一路上我们就在火车站聊了很久，一聊到火车就出发了。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这段感情我觉得也让我明白了2个人之间包容的重要性。我的第2段恋爱，从我加入一个饭搭子团队开始。起初我们是和谐的5人团，后来变成4人团、2人团。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习惯了互相的陪伴，慢慢走到了一起。半年多的恋爱，我们似乎没有突破之前的搭子模式，打卡式问候，敷衍式沟通。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但并没有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当时我筹备了2周多的话剧演出，每天练习付出心血，他却无法理解，天天和我吵架，让我不去训练，一直陪他。最终我放弃了那次出演。但类似的争吵并没有减少，我尝试沟通，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我也放弃了这段恋爱。我觉得搭子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性的陪伴，就是需要有一个人陪自己做一件事情。但是恋人的话，他是需要情感的联系的，可以在彼此需要的时候互相支持。希望未来的你开朗自信，我们能有自己的空间，也能一起面对坎坷，携手成长。3号。你好，男嘉宾。我看微信中呢，就是你跟你的第1任女朋友在那个火车站等了9个小时。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等了9个小时呢？
非诚勿扰，现在继续。3号。你好，男嘉宾。我看微下中呢，就是你跟你的第一任女朋友在那个火车站等了9个小时。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等了9个小时呢？因为就是可能是生活经验不丰富吧，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票又买错了，等到去那个票务处在核对的时候，发现哎还有9个小时，我就很担心会不会待会儿就是晴天霹雳要大爆发了。但是他最后跟我说他说没事儿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就缓了一下，觉得哎呀那一刻还挺治愈的。如果是我的话，让我在火车站等9个小时，我真的会生气。对，所以这很正常嘛，我能理解的，我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好的，谢谢。李慧慧。你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饭搭子是成为男女朋友，就是你们已经明确的确立这段关系了吗？还是只是饭搭子？就是从饭搭子开始嘛，一开始我们是很多人一块儿吃饭，然后吃着吃着，好像大家觉得我们2个聊得比较多，就退出了这个团队，最后只剩我们2个人，后面就在一起了。有个开始吗？就告白吗之类的？是有的。哦。正式在一起之后的话，但是2个人可能还是更多的是陪着你出去玩，然后这样的状态。好的，了解了。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搭子那个搭子这么多搭子，把它变成恋人的可能性有多大？22号。我是觉得搭子就是搭子，恋人就是恋人。但是如果说你会从搭子变成恋人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谈恋爱之后，你还是会，比如说你干 A 事情，你会有 A 的那个搭子，干 B 事情会有 B 的搭子，那这样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吗？对呀。我觉得就是谈恋爱之后，肯定要规避掉这么多的这个搭子那个搭子，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太符合我们就是世俗中的认为的1对1的恋爱关系。但是可能在没有恋爱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一起散步的搭子，一起聊天的搭子等等。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谈恋爱之后的话，就要避免掉这些。唉。有人想说一下灭灯的原因吗？来，22号。我觉得感情就是盖章猪肉，就是你质检合格，盖章了，我们是明确关系这样子。哦。所以我不是很能接受，就是你有很多很密集，跟任何人做任何事这样子。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单身的时候，吃饭需要搭子，看电影需要搭子，逛街需要搭子，那是单身嘛？但是呢，有些事儿他还是需要搭子，比如说有人爱钓鱼，我有女朋友了，我钓鱼还是得有个搭子呀。但是那你没有朋友吗？就为什么要跟女生出去那个呢？哦，等会儿，哦，搭子一定是异性是吧？没有，我的意思是因为他之前是吃饭搭子，然后2个人那个了吗？好了，这个事儿11号。男嘉宾您好，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您和您的前一任女朋友的开始，就是你下意识的讲到是因为朋友们的退出，然后你们2个单独的在一起。我觉得如果是作为这个女生的话，听到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失望吧。就是我希望是你主动的这段感情的开始，而不是因为朋友们的撮合啊，或者是这个样子。谢谢。13号。我灭灯的理由是因为他和他前女友要在车站等9个小时，觉得你希望你的下一半也像你前女友一样，就是包容你，就是我感觉我可能做不到那么的程度吧。看来这个时间翻车的事儿，他们还是有点小介意的啊。关键就是等了9个小时，如果让他们在座各位，也许有人还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但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是，你已经经历过了，并且把它作为一个优点提出来，就是有一个比较了，你把那个标准线拉在那儿了，我一给你发脾气，显得我无理取闹，而且是9小时，刻度在那儿了。对，就你提供了一个模板。然后第2个搭子问题也是，它会有点危险。就是现在确实有3种类型的关系，恋人我们把它放在上面的话，中间是朋友，最下面是搭子，它是一个亲密关系逐渐递减的一个金字塔。你现在是直接从搭子当到了恋人，
搭子本身是功利导向的，搭子的初期就是说我想吃饭缺个人，你想吃饭要个人陪，目的性是非常明显，不是走感情的，是走需要的。你现在从这里这个地基出发，竟然能谈到恋人，大家会有点质疑。那你对待爱情会不会潜意识也掺杂一种目的导向呢？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搭子本身是功利导向的，搭子的初期就是说我想吃饭缺个人，你想吃饭要个人陪，目的性是非常明显，不是走感情的，是走需要的。你现在从这里这个地基出发，竟然能谈到恋人，大家会有点质疑。那你对待爱情会不会潜意识也掺杂一种目的导向呢？其实我说一下，就是肯定不会因为说就是我们俩可以互相搭，然后我们就谈恋爱。其实还是因为就是双方有这样的相互的好感，我们慢慢的确认了关系。但是我在这个关系当中发现，他需要我陪他做一些事情，陪他拍照，陪他打卡，陪他出去玩。我并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个恋人，我应该得到的爱和一些回应吧。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就是对我来说，我付出了爱，但他把我当成搭子。对，就是整个你在表达当中哈，我会碰到就是说有羞耻感要去克服啊，包括你描述的两人在一起是原来5个人，后来4个人，后来3个人，这都是一些客观的变化，但没有主体的感受。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女生，我喜欢跟她吃饭，因为她怎么样，她身上什么点吸引了我，我很喜欢。所以就是你感觉到我自己觉得我的想法的那种主体性的回答比较少。你讲到的都是客观的环境、客观的那些因素，而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状况。再见。可惜不是你没有的自否，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